你们进入谷内后一定要多加防范，不要让魔气侵入身体，失了心性。此乃玲珑符，危急时刻可以用来召唤附近的同门，切记不可落单。出发吧。是。李妃师妹，来我这队。我跟师姐一起。走。张敏师姐，行，那任务紧急，我们这就去。那看来我们这队就我们3个人了。雷师弟，行，那现在我们这队有4个人了。走吧。大家不要害怕，有我在。主要是我来之前也算了一卦，主逢凶化吉之象。啊！这是抓痕，他被捆灵所囚住，临死前定然拼死挣扎，是已留下痕迹，100年不灭。好像是星镇馆的英烈坛。虽说是魔族妖孽，可这也死得太惨了哈。死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将他们关在这里，这般凌辱？因为数百年以来，仙门对魔族所知甚少，所以说上一辈的长老们就在大战中俘虏了不少妖魔，把他们囚禁在这里审问，希望能查到他们的弱点。那可还问出什么了？据说魔族个个悍不畏死，长老们一无所获。师弟小心！下去。这不就逢凶化吉了吗？哦，对了，500年前那一场海陨大战，你们有听说过吗？我经常会听前辈们讲起，我自己也查阅了一些书籍，都说那个时候我们仙门死伤无数，没想到魔族也是如此惨烈，只能说是天地不仁，万物皆是刍狗。离下一次海陨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了。是玲珑符，有同门遇险。你们人呢？
病啊！哎，你个白眼狼！我救你，你不但没有感恩之心，还骂我。白小生，白小生，幽魂，你没事吧？好害怕，好害怕再也见不到你。没事没事，这不是好着呢吗？哼，你们俩感情真好，还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玄妖情侣。哎，姑娘，感谢你刚才出手相助，本世子呢还是很懂得知恩图报的。这样吧，就准你们随我回金秋王宫领赏吧。不用了，救你呢只是顺便，我们呢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哦，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！有拿的东西就在金秋王宫啊！你如此盛情相邀，我们去也无妨，是不是啊？赏还是想领的吧。走了，本世子大度，也不像什么其他妖怪一样看不起你们玄门人。是。那跟我走吧，这路折腾死我了。哎呀，总算回来了。傻子，有人保驾护航事还是好办的。走。白小生，你衣服怎么在我这儿？还不是半夜怕你冷，给你披上的。哎呀，快拿回去吧。哎，不用，我不冷，你披着啊。哎，这尹阳对你可是真好，还去采了瓜果回来。想不到你还挺会照顾人嘛。我可不对其他人这样啊。你们有没有感觉，好像有人跟着我们啊？清修怎么会有人？都是妖怪，别疑神疑鬼了。哎，幽魂，快跟上。拿着，给烤着。哎呀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喜欢摘果子啦？不是怕你饿吗？他也摘，你也摘，撑都撑死了。还有人，真有人跟着我们？吃你的果子吧。我们走我们的。累死我了！我说你们赶路怎么都不听我的话，绕来绕去的走，这要什么时候才能到金秋王宫啊？哎，那家伙像个狗皮膏药一样，甩都甩不掉。啊？我以前也试过甩他，上山下水都不行，更别说我们就绕了这么点路。不是，等等，我跟你们这么久，何时就被甩掉他呀？不然我们疯了。早说，我去骂走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妖，都不害臊吗？都让你别跟了，你怎么还跟？我知道，你无非就是看上里面的姑娘了呗。但我告诉你啊，
作妖要有作妖的分寸，不能因为年纪小就胡作非为。你看我做什么？看我就不敢骂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人家两口子关系可好了，硬要往里插一脚，你不害臊吗？他们不是两口子。那也不影响你是第三者。我不是第三者。你还狡辩？哎，你不是第三者，人家会跟那位在一块毫不搭理你啊？人家姑娘可不喜欢你了，一路都绕着道走，你怎么还敢？现在这个世道吧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像你这种小妖已经厚颜无耻到没有底线，还不喜欢你了，你非要缠着人家，哎，那影妖对他多好啊，对他百依百顺的，人家那才是天生一对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动手啊？我有说错吗？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啊！赶走了？怎么赶走的？骂走的。你怎么骂的呀？就骂他不要脸啊！就这么简单？就这。你才不要脸！烟回，坏小烟，你是哪儿冒出来的东西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一直都在啊。此前过黑河，我就在戒指里，一直被龙主带在身上。方才趁他不注意，我就自己从戒指里溜出来的，龙主不知道。还有人叫龙主这个名字，他怎么不叫鸡主、鸭主、大鹅主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我看你最不算个东西，一直在这絮絮叨叨没完没了。他们不理解他也就算了，你竟也在这里狗仗人势，落井下石。你妈谁狗呢？老子是狐狸，金鸠王族大国主之子，九尾血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在老子面前这么说话？哼！你在老子面前也敢提什么青丘王族，什么国主之子，死后还不是一抔土？你看在老子面前提老子，看老子不好好收拾你！你还敢给我动手？一个青丘的世子，一个幻族的独苗，都是有王位要继承的。可这闹啊！我看这青丘迟早像玄门一样要完蛋喽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看在我救别人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我要你啥？我今天教你做个妖了。哼，大半夜这么有精神啊？要打出去打。换个姿势，不许学我。啊，小幻妖，这我就不理解了啊！他是糊涂的，就算他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他都选择站在我这边。而你呢？你是亲眼看着那条龙捅进他的心口的。什么？他还捅你心口？啊！你叫什么叫？哼！现在不明是非的小妖真是越来越多了，什么人都帮着说话。哎，你懂个？过来，烦人！燕回，我是真的觉得龙主他挺不容易的。龙主他回来之后就一直记着找你。哦，他还被你师父打了一顿。我师父？陈新山凌霄真人，我听龙主是这样叫的。他来了，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他好像知道你出事了，来了就把龙主打了一顿。龙主他本来就有伤。他是问你在哪儿，你就回答在哪儿就好了。不知道。或许他真的以为你死了，就又走了吧。那看来得给大师兄传个消息，莫让他们担心了。不需要吧？之前在高空竹林不是见到林飞了？他回去肯定会好好炫耀你还活着的事情。也对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
你师傅打龙主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他之前对你下手是因为素影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啊？素影真人被妖龙钉在广寒门主座上的消息，全天下人都知道了。那天我赶回龙谷，看到一片狼藉，联系前因后果也能猜到，素影肯定是做了什么刺激他的事，他才会如此。那素影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，他杀了韵韵。韵韵。那个你们进来的小道西边的山壁上，有一种开兰花的玲珑草，能治灼伤。别难过了。抱歉，宴会姑娘。素影杀了韵韵，还带走了所有小精灵来威胁龙主，所以龙主才会那样做的。那样做，确实是唯一的选择。那其他小精灵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救回来了，龙主把他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好。烟魂，我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，让他自己进去。走啊！你先回去吧。哼！燕魂，知道前因后果，你就心软了吗？我能做到不恨，就已经到头了。抱歉，今日才知道你去了另一个世界。韵韵，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，可以像在龙谷一样，有可可爱爱的小伙伴，过得快快乐乐的。这里没有蜡烛，也没有你最爱的小葵花，只能找来一些树枝，还有山间的野花，来祭奠你了。对不起，没能保护好你。不过素影已经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，你的龙主已经替你报仇了，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。我总算明白，原来那天晚上天要刺我心口，桃湖心里也是无奈之举。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素影，我或许应该原谅他。但我一看见他，我就害怕，就忍不住会想到可怕的事情。我恐怕再也无法好好面对他了。韵韵，对不起，你别怪我。气死我了！龙主，
龙主，哎呀，我刚才在山洞里没忍住，就把晕晕的事。我知道。哦，但是龙主，燕回这次好像真的打算不理你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寻他，本是担心护心灵离体会危及他的生命。如今，我只想将他护送到青丘，确保他一切安然无恙，我便会离开。啊，这……从此以后，正如他所愿，两不相欠。可是龙主，你真的不会难过吗？怎么消失了？燕怀，燕怀，你不要过来！燕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特别想逃你的护心灵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想要护心灵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滚开！我不要！你别动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先想办法离开此处。你才别动！我说了，我现在想逃护心灵，但我又不想逃护心灵。我知道我说的很乱，但我就是不想再和你扯上任何关系。我现在是真的看见你就难受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害怕。你没有死过，你根本就不懂我看见你有多害怕。护心灵的事，是我不对。人呢？能放出来吗？燕怀，怎么是你？燕回呢？你还敢跟我提燕回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都捅过人家心口，为何还要装作一副关心他的样子？还释放了这个结界，连我也想一起弄死。我未曾想过害他，这结界与我无关，我也被困住了。你说这话就奇怪了。你那通红的剑，冒着灼人的火焰，剑刃比我胳膊还要长，你就这么往别人心里搜？你不是想害他，难道你是在救他吗？你不该让黑旗之主救他，这是在饮鸩止渴。没有你那刀，何必要饮鸩？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把他留在地上，看着他去死？要我说，你要是真的想补偿他的话，就把你那护心灵还给他。护心灵我会给他，但你已经让黑旗之主救了他，为何还要我的护心灵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他靠着黑旗之主的力量而活，黑旗之主有令，若他不带回护心灵，便不会留他的命。所以，若我是你，今晚就自觉一点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他此前一路皆是正常，唯独今晚突然黑气四溢，想要逃离。是你对他动了手脚。是又怎样？我给他护心灵是为了救他，不是为了满足黑旗之主。舍不得了。
如今他黑气入体，黑气之主让他来偷灵，你确定拿回了护心灵，黑气之主就能放过他吗？你与他演过北郭先生的故事，你可知还有一个故事，叫与虎谋皮。若想要救燕回，必须先去除黑气，再放入护心灵，方可让他同时拥有生命和自由。我来。要开始了。燕回，你别过来！我现在杀心重得很。好像没那么烦躁了。那就好。燕回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向你坦诚。今晚黑气的爆发是我引的，但我们被困此处，定是因为那妖龙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想让你去偷他的护心灵。你大可不必如此。你不是说我们只要来青丘，找到了那个什么幽冥赋，就可以摆脱黑气之主的控制吗？那是我骗你的。那个时候在龙谷，我重新归来，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跟黑气之主的关系，只能骗你来博取你的信任。后来在迷雾森林外，我又不想和你分开，所以即使我们找到了幽冥赋，也摆脱不了黑气，也不可能摆脱黑气之主。那也不是，我之所以来到青丘想要夺此秘宝，是因为黑气之主极其看重此秘宝。我原本的打算是拿到幽冥赋之后，拿着幽冥赋去威胁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否则，我愿意与这个秘宝同归于尽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除了拿命一搏，我不知道其他救你的方式了。经此一遭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没有什么值得你拿命去换的，我也不值。不，你值得。不，我不值得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。今日听你说黑气之主想要护心灵，我曾经也想过这个办法，把护心灵给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但是后来想想，我们还是别这么轻信他吧。这些事情等出去以后再说吧。方才被黑气控制，还没来得及好好观察这个地方呢。波动表盘可以到特定的地方，除此之外，空间还会自行变换。你说的表盘是这个？就是它。你写什么？我丑。我牛。这表盘怎么还骂一个夸一个？给我的分析，我做错什么了？这表盘的意思是……哎，燕回，你阿娘的东西到底怎么玩啊？燕回，燕回。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就想用这结界拆散我与他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是我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燕回，燕回，燕回，燕回！
燕回，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，离我远一点。哎，你别给我弄坏了。燕回，燕回！刚才空间变化杂乱无章，现在又戛然而止。难道外面有人在操控着法器？5变成了3。我们这么做好像没什么用啊。燕回，又是你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体内的黑气被压制住了。你今日之所以黑气暴涨，是因为白小生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无非就是想提醒我离白小生远一点。前因后果我都知道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。抱歉，把你牵连进来。你的护心令，我是真的不想要。今天的事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也理解你的做法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就害怕。你之所以借黑气而生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我只想帮你解决你身体的问题，然后我会离开。你若是害怕我，我可以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不会给你造成负担。当真？一如来青丘的这一路，那你离字据这方向我看不清。我乃玲珑天妖，原本命途孑然，幸于燕回，屡次救于危命。吾感念于心，无以为报。今日有幽冥赋，愿倾力相争，并拱手相赠。你放心，帮你找回身体这事儿，我记在心上了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这一次是没有任何外力干涉，真心实意的、单纯的、真诚的，心悦于你。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而今缘尽东西，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，立此为据，日月同明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思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很好。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
了相思，付过一声叹息。还有此物。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多谢。我们还是想办法先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我在这里，一会儿看见你，一会儿看见白晓生，你可知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？我看看你手上的表盘。3辰，我之前写的是丑。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。你的表盘写的是地支，是12时辰。12时辰。那方才白晓生的表盘上写的是牛，莫不是12生肖？那你这个3是12月间，以北斗七星之斗柄、瑶光星所指的位置而见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季节，会分别指向12辰，也就是12月间，就是12个月份呗。正月见寅，2月见卯，3月见辰，4月见巳。我手上的3就是3月，刚好对应你手上的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，我们便能出现在同一时空。那倘若白晓生的生肖也对上，我们3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？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。对。子鼠丑牛，我把表盘拨回丑，那你12月见丑。对，那你拨回12月。如果没有见到的话，我们再拨回来便可。念魂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他说的果然是真的。说什么是真的？